Hello，大家好，能听到吗？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啊！晚上8点半准时开始。我一开始看到哇，已经有这么多的网友在等我了啊！非常高兴你们的出现，感谢大家的出现。本来今天不搞直播的大家也看到只有我一个啊。本来呢Rich 第一个他是要结婚了，比较忙一点所以不在香港。本来我也是有点其他的事情做的但是呢，这个星期，过去一个星期发生了一点事情就是整个市场里面发生了一点事情，港股、中概股又涨了好多，但是呢，新闻好像又不是那么好发生的事情又不是那么好，所以正好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直播还是价值满满，会有很多的价值的所以呢，也是因为上2次的直播大家都是很捧场这个来参与的人数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付出有所值得付出所以呢也是今天把团队一起拉回来了，星期天晚上团队也是跟我一起来给大家做个直播。然后会探讨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来学习一点最近这个可以学到的东西希望就是能在大家的投资和财商教育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的贡献所以大家好所以呢，如果你是看重播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你是在看重播的直播的网友们呢，也可以说你是在哪里的我们已经有些已经成为老朋友了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感谢那我们今天晚上也是准备了一些内容主要的内容就是我本来想讲的就是中概股、港股上个星期涨了蛮多的这个上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内涨幅是8%但是我有留意的那些都是涨了20几个%，最少20几个%，最多是100多个%所以我的感觉港股、中概股涨了好多，但是这个新闻布林肯访问中国我看了他访问的直播这个中间的过程和他后来出来讲的话，两边我都有看中国大陆的我也有看美国那边的我有看好像有点问题了，不是那么好了，对吧？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时间有限，看看大家在哪一个课题里面想讲多一点我对布林肯美国国务卿访华的事件有什么看法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留言区打一个 A那我看到大家对这个比如说按大家的比例投票的比例来分布时间，好吧？第二个，之前耶伦说中国警告中国产能过剩，那我就在问了，为什么中国会产能过剩到底是不是真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到最后没钱赚不是中国自己吃亏吗？对不对？为什么会有产能过剩有想法想我讲多点的话，也可以讲B 写个 B 第三个当然是中概股、港股为什么上一个星期涨了这么多怎么看理由好像都没有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点，可以借这个机会第四个。为什么美元在过去一个星期对日元创了新高好多香港人好开心，又可以去日本玩了我太太又买了飞机票要去日本玩了包括人民币啦，其他的货币都相对美元贬值了。不是说美元有危机吗？但是为什么美元其实的危机是越来越大我看到的危机但是为什么美元的危机越大，美汇指数反而是涨得越多呢？美元到底现在的危机在哪里呢？当然最后这个我具体我觉得第5个是最好的就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可以改善大家的投资今天有3个意见给大家一下好当然呢如果够1000人的话大家有时候想问个别股票基本上来说，我个别的股票是很少在公开场合来讲的因为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学好的话，有可能会这个
买错时间点，买错价位啊。但是如果有1000个人参与的话啊，那大家这么开心，我也可以看看大家想问什么样的股票那我回答一个我能回答的股票当然这个开心一下当然所有的意见都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构成任何的投资的建议和买卖的建议然后就是这里的讨论只是大家星期天晚上这个一个大家朋友的一个闲谈这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但是我们可以学到点什么我这个是感觉到还是经常喜欢就是看能学到点什么，好吧？所以大家呢，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到你的 Facebook， 分享到你的群组，分享到较多点朋友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到1000人之后看看大家想问一个什么样的股票最近好像大家很关心的股票也有业绩的公布发布了业绩有些股票涨了好多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叫多点朋友来，好吧 ？OK 那这里呢，最近股票一好马上我发现在 Facebook YouTube特别是 Facebook骗人的那些假名字的人又出来了好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一样，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 或者是 Instagram 的话那赶快订阅有这个追踪者订阅者的话是我们的如果是很少的几百个人的话，那可能是假的，我们只有我在 Facebook 只有一个账户，在 YouTube 只有一个账户，在 Instagram 也只有一个账户如果你是小红书、哔哩哔哩，我们也有一个账户但是在抖音是没有的。如果你看到抖音有我们的话，那是假的。OK 那好所以呢，大家订阅一下那还有就是最近我们都好少讲了如果大家这个有进入我们的 newsletter email 的话，那也会收到一些我们的 email这个进了 email 也是那我们有什么定期的直播啦视频的上传啦，或者是有一些突发的事情觉得有一些重要的新闻要有一些意见啦，对吧也可以通过 email 来通知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是进入了我们的 email list 的话可以确保查一下能收到我们的 email当然如果你曾经把我们的 email 放到 spam 了那就没办法了，你要找一个新的 email 或者怎么样去解除它了总之加入我们的 email 之后，我们也是给大家更多的满满的价值的，好吧 ？OK， 好，事不宜迟，我们看一下那我们这个大家在投票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到底有没有这个准不准确，有没有价值那我们看到在2024年今年的2月24号的时候当时呢美股是 Rich 关注我们分工的当时Rich当然在 GMT 里面我们会讲得更详细，也有更多的数据给大家看那在公开场合，第一个大家是这个时间有限，对吧？我们 GMT每一周的时间，包括我们的会员区的讨论的可以直接放多点图片上去。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放多很多的信息在直播的时候这个时间有限，他就是简单的讲了一下，当时说美股基本上会调整但是呢长期就是6、7个月啦1年啦也没有那么悲不是说什么美股要调整啦股灾啦6个月以上的长期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短期内2、3个月内呢可能会有一个调整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回看一下看自己准不准，对吧？我们也是做了个记录来做一个 review来做一个回顾，看看我们准不准那2月25号讲了之后当时他也是用了一些技术的分析讲了之后觉得会有调整的那我们看到就算是年初大家都很火的Magnificent Seven 7个美女7个美女最近的业绩出来之后有些业绩不错嘞，但是股价跌了好多，而且这些一跌就跌10%几有些股价好像业绩出来好像很差嘞但是又业绩涨了好多所以整个市场来说不像以前那样一直在往上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比较难等于在赌博有时候会涨，有时候会跌跌的时候又跌了好多，涨的时候也涨了好多，但是这个赌博的话，基本上我们不赌博的，我们是看准了机会
这个胜算很大的时候才进场的啊，所以当时我们 GMT 我们有统计啊，外面的同学我们不知道，有一些 GMT 同学呢也是把资金拿出来了这个避开了最近的美股的一个轻微的调整，只能说轻微的调整啊。好，我们再看一下那钱放到哪里呢？调整之后放到哪里呢？对吧？大家有留意的话，其实我有2个地方是我比较喜欢的，比较看好的一个是黄金啊，黄金呢，我其实拍 YouTube 的视频也解释过几次，为什么要这个黄金今年是个好的一个投资点最重要的是这个美元一会儿也会讲到美元背后有什么问题其实问题在这些视频 YouTube 的视频里面也有解释过，不过很多人看视频我讲一套，大家的脑袋自动会转到另外一套去，人民币怎么人民币好吗？什么对不对所以一会儿会看看大家经常脑袋自动会浮现出来的，好像我很看好人民币，我从来没说过我看好人民币你能找到我看好人民币，你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看好，对不对？但是大家就好像留言说，好像很气的，你觉得人民币好吗？人民币没有问题吗？对吧？我从来没有说过人民币没有问题但是黄金的话，当时我讲的时候应该是1800，后来到了2000、2200现在是2400左右最近当然以色列跟伊朗少了一点摩擦之后黄金有了轻微的调整那一会儿我们再看看那还有呢，就是4月13号的时候我们也分析了。Ray Dalio 说这个现在世界大战的机会已经达到了50%，这个是真正的开炮的打仗不是金融战、贸易战，这个已经是科技战，这个已经在发生了但是呢。这个真正开炮的世界大战呢，已经达到了50%。他说的时候是去年10月份所以这位人士还是有点这个远见的后来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差点这个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战争还好背后无论是美国或者是中国大陆都有背后做了一点这个打电话叫两边都哭档这个低调的处理一下这个拿点面子就算了，不要真的开火了所以到现在很幸运还没有升级到一个更糟糕的情况但是呢，也是在当时2个星期前呢，我也是跟大家说，虽然现在好像整体美国在围堵中国啦，贸易战、金融战可能要加税对耶伦对中国提出警告，布林肯这次又对中国提出警告，说要这个制裁，如果不怎么样就要制裁啦，如果不怎么样就要加关税啦那他们那些这个提出的要求，中国根本第一个不会处理不会当一回事去处理，第二个也处理不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要加税就加税了，你要这个制裁就制裁了，对吧？所以一会儿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对这个方面有兴趣，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探讨一下分享一下我的看法但是当时也是说中概股绝对不要这个悲观不买因为第一个很便宜，第二个Ray Dalio 也说了不是买不买，是买多少所以大家也知道，当时我们也说在我们的这个资产配置里面，一定要有一点中概股和港股，因为真的太便宜了，就是这样Ray Dalio 我借 Ray Dalio 的话讲就是他也说一定要有一点中概股和港股。OK， 这个其实也是在反映着这个机构投资者的一些想法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大家今天晚上对这个5个课题哪一个感兴趣多一点还有呢就叫多点朋友来，够1000个人的话，我会回答一个问题。OK 那我看到好像也蛮平均的，哇，不能 A B C D E F 什么都有了，对不对？什么都有，时间有限，我们还是要侧重取舍，哪里放多点，哪里放少点好，那既然呢也是 A B C 有的话那B C 那我就这个讲多一点了好其实呢
布林肯访问中国啊，带着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威胁啊到中国，就是说啊，你们这个零件啊供应给俄罗斯，使到俄罗斯可以制造武器去参与乌克兰战争啊，如果你们这个不停止的话。我们要制裁中国的进一步制裁中国的企业它也暗示了一个叫金融核弹。什么叫金融核弹？解释一下就是说中国的银行以后不能够用 SWIFT 系统不能够这个转账也不能够买美金或者用美金美元，因为美元是美国的资产。你要用美元要得到我们的同意我们可以把你切断之后，你就不能用美元，不能用 SWIFT， 所以这个叫金融核弹。OK 那这个呢，我分析一下我的看法其实这个要求呢是第一，中国不会做，第二很难做到。OK 所以先说第二个为什么很难做到第一个，这个现在中国不是卖武器给俄罗斯，它是卖零件。什么叫卖零件？卖一个螺丝，卖一个普通的晶片，卖一个手电筒卖一个电池卖一个无人机，对吧？这个到了俄罗斯才去组装做武器的做这个战争的武器的，但是在去的时候是一个普通的零件，包括可能手机了，对吧？普通的零件，所以难道你说中国和俄罗斯不能够有贸易吗？对不对？人家要来买我这个普通的产品，我不卖给他吗？这个不可能，对吧？现在俄罗斯和中国没有绝交特别是俄罗斯跟中国是友好的关系，在友好的关系里面这个贸易是正常的在发生的，是民间在发生的，对吧？如果要政府插手的话，怎么去插手，对吧？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民间的贸易很难做，很难说中国去不给做。OK， 好了，那第二个是更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更重要的，中国不会来理你这件事情，中国不会来处理这件事情，为什么呢？第一个，你刚刚签了一个法案这个时间点很巧，对吧？刚刚拜登政府签了个法案美国国会通过，说大量的这个财政钱借给乌克兰他说是援助，不是送给他的，是借钱给乌克兰。然后呢，有大量的武器是卖给乌克兰是卖的不是送的。OK 那乌克兰突然多了这么多的钱和武器，对吧？那俄罗斯这边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的话，那不就打输掉了对不对那中国不能让俄罗斯打输掉我们要站在中国的立场把我们个人的想法啦、愿望啦放下我个人愿望就是世界和平啦，谁都不要打仗啦，大家都是这个兄弟啦，都是朋友啦，一起做生意赚钱了，对吧？这个个人的意愿放下，我们才能客观的看到这个世界同不同意同意的可以写一下所以呢，我们要站在中国的领导人那里来想我们站在美国的领导人，我经常这样说，站在美国的拜登或者布林肯的这个立场来思考，他们那个立场我能看到他们的出发点站在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来看不要马上就什么一大堆的骂人的说话就出来了我发现现在我们的好多人的脑袋是自动有一个按钮，一讲到某一个人的名字，就很多的这个形容词出来了。OK， 好，所以呢，中国不希望俄罗斯打败，因为俄罗斯一打败，很有可能普京就下台了也很有可能下一个上台的人就是亲美的了这样一来的话，中国从北面到东面到南面到西面全部被包围逃也逃不出去，对不对所以中国这个为了自身绝对不会让普京下台，绝对不会不希望
俄罗斯是打败了啊，结果就发生政变了，普京下台了啊，这个是中国啊，一定要留个出口嘛，对不对？像下围棋一样，你被人家东面、南面、西面都围堵了，只有北面有一个口出去啊，所以中国这个第一啊，不能让俄罗斯失败啊。那我们也看到西方整个西方啊，这个从欧洲到美国也是在全力的支持乌克兰，好像乌克兰也是死不了，不会失败啊。还有一点啊，这个一旦俄罗斯失败了，乌克兰马上加入北约那俄罗斯就更糟糕了，对吧？所以这个中间两方面都僵持在那里这场仗好像打不完了。这个打不完了那打不完的时候，那乌克兰的武器是全世界在供应，那俄罗斯的武器中国没有供应给他这是布林肯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这个资料，布林肯亲自说的，中国没有在武器方面没有给俄罗斯，他只是现在说俄罗斯有一些零部件零件材料是中国给的有点不爽了，对吧？但是同时这个无论是以色列的武器是美国给的那乌克兰的武器也是美国给的，还有一个中国大陆最不爽的这个我们放下个人的意愿中国大陆最不爽的是台湾的武器都是美国给的，是不是那当然在美国来说它是一个中国，但是要有台湾有这个自卫的能力不想改变现状，所以要武装台湾，这是这个美国的立场，对吧？那当然台湾也要有自身的能力这个也是台湾的立场，但是跑到中国大陆的立场，那你这个这周围在卖人家武器，还不让我卖武器，现在还要来管我的民间的贸易的这个材料我踩你都锁了，对不对？是不睬你的这个是，所以呢，他这一次的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警告，中国不会处理，也不可能处理。好了，那下一步就是他会不会真的发生这个按这个金融核弹来制裁中国的这个银行不能用 SWIFT 啦，不能用美元了大家你们的意见怎么样？想一想，就是他已经提出来了，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的制裁了但是中国是绝对不会这个接受你这个警告的，对吧？或者是把你这个警告当一回事去处理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会不会有这个金融核弹大家可以留一下言我给大家一点时间之后我会讲讲我的看法，好吧 ？OK， 那我们给大家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跳到再前一点这已经不是竞选了，有人说只是竞选的口号，不是了他都说了，我不是 politician， 我只是 policy。我是搞政策的，我不是政治家，所以布林肯这次不是来搞竞选为了拜登搞竞选来讲一点东西的好，那再回到耶伦到中国大陆，他所提出的中国产能过剩所以现在谁都关注了，聚焦了中国的产能过剩呢，对不对？那我们要了解一下第一个。为什么耶伦要说中国的新三样就是光伏、电池和电动车产能过剩 ？OK， 是不是真的产能过剩？为什么会有产能过剩？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这个后果又是什么那第一个，中国以前叫世界工厂，对吧？2023年之前。2022年之前，基本上人家都说所有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 除非是最便宜的东西才跑去越南啦、缅甸啦，或者是孟加拉要不然其他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 这个是2021年之前的那当时美国有没有说所有的产能都在中国嘞？这个所有的制衣啦、服装啦什么电器啦、这些摩达啦或者是家居装饰家具的工具啦，全都是在中国生产了，中国产能过剩了。美国以前没有这样说过，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说呢？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产能不仅仅是低端的这个制衣啦、服装啦、鞋子啦，或者是这个家里的装修的 Home Depot 那些了它牵涉到未来的市场了。未来市场什么清洁能源，未来这个市场什么电动车
电池，对吧？我们去到汽车，举个例子，汽车有没有可能 Toyota 只卖日本不卖全世界？不可能，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奔驰只卖德国不卖全世界？不可能啊！美国美国的汽车也特斯拉也是卖全世界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说特斯拉产能过剩啊，Toyota 产能过剩啊，这个奔驰产能过剩啊？我们要知道一个现在这种工业啊，重工业啊，因为他们的研发有固定的费用，而且呢，生产有一个规模的效应啊，特别是现在自动化之后你可以用机械人像小米最新的车子全部没有人的，全部都是机械做的特斯拉也是这样，特斯拉在上海的车子都是全部机械人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的产能越多，这个成本越低，对吧？所以呢，现在为什么电动车新的工业产能都是尽量做大，因为越做大，它的那个成本就越低所以这个是个商业的行为，对吧？商业行为。那为什么美国不爽啊？因为你什么都你们中国做走了我们美国还有什么工作，对不对？所以他还说这个还不是美国的这个有这个想法日本啦、台湾啦、欧洲啦都有这个想法。你中国人把所有的工业的都抢走了，饭碗都抢走了，工作都抢走了，那我们以后干什么用，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 concern， 一个顾虑也是我是觉得叫 valid concern， 合理的顾虑，对吧？大家都要吃饭的，全世界都应该要吃饭的，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说台积电的产能过剩，台积电把晶片做到了全世界，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说 NVIDIA 的晶片产能过剩，他还不让 NVIDIA 晶片卖给中国，对不对？有一些高端的晶片所以现在产能多不是一个问题，只是这个美国没有什么可以，如果全部给中国做下去的话美国在这3个领域这个光能电动车啦、电池啦，已经是落后了落后了之后那他只能说，他不能说我落后了，他不能说我没投资我的技术落后了，他只能说你产能过剩，对吧？好了那问题来了，就是产能过剩，中国有这个可能政府下个命令以后这个雷军你要关掉一个工厂哪里你要关掉宁德时代你要关掉一个工厂，不可能了，对不对？你这个又相反来说又说政府违反了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对吧？所以也是一个中国不可能来回应他这个要求或者他这个警告的。好了，他也说要进一步的要有行动来制裁中国也就是说，我打不过你了，我只能用什么用加税了 tariff 这个入口税来让你的东西不要那么便宜我们竞争不过你，加了税之后我们再来跟你竞争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贸易战了世界的局势的贸易战好了，那中国为什么这么笨呢？要产能过剩呢？因为产能过剩到最后就会卷就会竞争，就会赚少钱，甚至不赚钱亏钱那中国为什么会产能过剩呢？我记得我在2018年的时候到北海中国的北海哇，1000人了大家想了解什么公司股票也可以写一下所以呢一会儿我有做过研究，我会讲一下我的想法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OK， 那回到了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到广西的北海给企业家做培训的时候，讲座的时候，我就提出了中国产能过剩这个问题，而中国产能过剩最终受影响的是中国本身的企业所以当时我就说了这个产能过剩 ，OK，那为什么会产生过剩呢？因为原本因为我知道这些企业家的老板的心态我曾经做过大量的到中国大陆的企业老板的咨询跟他们谈过，对吧？他们以前在做规划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新能源是个市场电动车是个市场，他们在做规划的时候，他们看的是全世界的这一个市场。
他们也有信心在全世界里面有竞争能力，可以打败对手占了某一个市占率有多少的销量。所以整个中国的产能是用全世界的市场来做规划的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这些产能都是一做都是5年以上的规划的不是说3个月前才规划的，对吧？小米的汽车都是3年前规划的有些产能是5年前、10年前，或者是7年、8年前投的钱，对吧？这些钱他们在投的时候没有看到现在全世界的供应链生产在去中国化当时没有这么严重，当时苹果的手机都在中国生产，觉得很好，对吧？就是因为2022年之后发现，如果所有的生产都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某一个国家的话，万一发生疫情啦、风控啦、供应链中断啦、打仗啦、制裁啦那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呢，中国制造有成本上的优势，有它的那个供应链集中在一起的优势，但是就是因为它要分散风险所以这个好多这个美国制造或者其他制造的因为美国也要求某些要求了把一些制造放到了日本啦、台湾啦、韩国啦，甚至到了墨西哥、美国本身了所以一下子这个订单走了，对吧？或者其他的地方也类似的生产的产能上去了，这才使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所以我总结一下，现在中国产能过剩的原因有一半原因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在规划的时候这个投资产能的时候过度乐观了，但这个也是几年前。另外一边是因为这2年发生的事情，美国要在自己觉得安全的领土的地方搞产能，所以有多了新的产能的加入，所以这样的话，中国就有一个产能过剩了所以这个问题是有问题。我们有一些行业有一些产品也要小心这个所以我们投资股票的时候也要把中国产能过剩这个问题的确的这个问题呢是考虑进去所以我不是盲目的买港股啦、中概股我觉得港股、中概股也非常小心，大部分的港股、中概股背后的确有种种原因，包括产能过剩，包括可能被美国制裁哇，好多人要讲腾讯啦、药明康德啦、友邦啦，好多OK， 我们一会儿再统计一下，好吧？还有拼多多、比亚迪 ，OK， 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OK， 所以呢，产能过剩，我觉得是这个问题是这样来的但是中国会不会政府出手解决产能过剩？不会那美国又把这个尽量把它的这个进口从其他地方进口把中国出口的东西加关税。中国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要开发中东市场和非洲市场。所以为什么中国要搞一带一路？因为这个只有跑到一带一路中东地方这个非洲地方可以把中国的产能过剩去掉，对吧？所以中国这个我们产能过剩卖给俄罗斯，你又不给我卖，又要制裁我。对吧？那你又不跟我买，我踩你都锁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制裁中国，美国给中国赚的钱越来越少中国也不给面子了，对吧？做生意的大老板来了，大客户来了我迁就点你，大客户脾气差一点，我忍一下。你现在钱又少了，我也不缺你那份钱了。对不对？你还给我发脾气，我也不受你的脾气了。现在就是发生了这个问题，好吧 ？OK， 那产能过剩讲完了哇，商汤复图复度复度不知道什么好，顺便说一下那 Rich 呢把最新的3个案例SMCI 啦、NVIDIA 啦，还有 CrowdStrike 是更新了所以呢，我们这个21天的10倍股的课程给大家。头10几天14、15天给大家一个系统，整套系统怎么去发掘10倍股。很多人说，哎呀，10倍股不可能对吧？你没学嘛，你没学当然是不可能了，对吧？但是你学了之后，为什么我们能发现到 SMCI、NVIDIA，包括之前
当然跟整个大势有关了啊。之前美团啊，之前小米都涨过10倍啊，所以这个小米没有10倍，但是美团有10倍啊，所以这个我们整套系统背后还是有的。那我们现在也是更新了一些案例，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者已经买了10倍股的同学的话啊，可以留意一下我们送给你的那个链接啊，去看一下新的案例，好吧？还没有买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啊。我们第1堂课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之后的21天才是收费的啊。第1堂课虽然是免费，也是价值满满的啊。为什么要这堂课送给大家呢？第一个，10倍股很多人抓到手了，曾经有个10倍股在你的手里的，结果你没赚到，结果你可能是赔钱走的。为什么？散户明明送了一个10倍股给你，结果你还是亏钱走的。10个关键的理由有没有价值？为什么散户输钱的10个关键理由免费送给大家啊！所以这堂课你登记了之后要听的话免费听，虽然是免费听给自己65分钟不被打扰的时间来专心的听，最好是精神状态好一点的时候来听啊，因为听完之后你会收获很多，收益很多这个OK。 好，那有人说要商汤了OK。那之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股票了我这里就主要的讲一下为什么港股上个星期涨了，为什么中概股涨了这个其实上个星期你要看新闻的话，有几个东西是不利港股的 OK。 第一个，美元涨了，对吧？我们之前讲过，美元涨的话那在香港上市的大多数的股票或者是中概股在美国上市也好，在香港上市也好所以这里还有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因为他们赚的是人民币，但是买的价格是港元或者美元，所以美元涨，港元也涨，那这个股价就要调整，对吧？所以强美元对中概股和港股是不利的。所以第一个，上个星期其实美元涨了不利的 OK。 第二点，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涨了美国国债收益率涨了，对整个股票市场的估值 valuation 估值也是不利的，要往下走的，因为它的那个折现率上升了当然这里背后有一些我就 fast forward 了这个把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理论就跳过了要学的话可以慢慢学但是在这里就跳过了所以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上升了，对港股和中概股包括美股都是不利的，对吧？所以呢，大家看到美股在上个星期都没有怎么涨但是港股不光是有美国国债收益率这件事情，还有美元强美元还有一个地缘政治，对吧？布林肯给你一个核弹的威胁包括那个耶伦所说的布林肯所说的东西，中国无法满足，也不想满足，不愿意去来听你，对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港股其实是不利的但为什么港股涨了这么多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点今天这个学习的重要点来了第一个，很多人大众赚钱没赚到，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听了新闻，跟着新闻还有这些财经的评论去思考中国经济完蛋了，哇，中国要被制裁了，港股完蛋了，资金撤离了，港股被美国搞了，怎么样了，对吧？因为你听了新闻但是如果听新闻看这些意见有用的话那新闻从业员就发达了，对不对？做新闻直播的人就发达了其实看新闻去做买卖正好是输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小股民，当我们看到了某人的意见，那个人的意见又是根据之前的新闻他消化了之后再录制讲出来，中间这个时间点就是有一个好的新闻，但是讲了之后，当我们看到了去买的时候，一定是涨过头了，明白吗？一个好的新闻应该来说对股价是有利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买的价格很有关键，不光是对公司要好，还有股价。当一个好的新闻把股价炒高了之后，当我们收到了这一个人的意见啦，这个好的新闻啦，我们去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买高了。相反来说，同样道理，一个坏的新闻越讲越坏，越讲越坏，对不对？坏了之后啊，人家还要疑神疑鬼啊，股价一跌就找跌的理由，然后呢，就是越来越悲观，还有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到最后我们顶不顺了绝望了，卖走的时候，虽然基本因素有点不好，但是这个股价是跌过头所以呢，港股是之前跌过头所以这个星期就看这个星期新闻是不好的但是因为之前港股跌了3年4年了，对吧？涨一点点跌好多，涨一点点跌好多，是跌过头，然后严重的低估了然后呢，下一个是很重要的是资金现在在流入港股和中概股，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哪些资金在流入港股和中概股，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下一页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先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呢，商汤我们来做个例子商汤也是这个极端的例子，跟整个中概股和港股是一样的商汤没有涨之前它是 0.59 就5毛9，不到6毛钱，5毛8 5毛9正好我们是上个星期这个 GMT 有讲过商汤所以呢左下角这一张 PPT 是我们当时讲过商汤的，当时是5毛8 5毛9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新的产品公布之后会有一个进入一个新的概念股的阶段，有机会这个因为有新的概念了，讲故事了成长股最重要是有故事可以讲，因为财务报表没有东西可以看的，还在亏钱呢，都是在前期的一个概念股，对吧？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by the way，所有这些框架在10倍股那一套课程里面完全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听不明白回去看一下所以呢，在概念股里面公司有7个不同阶段，在概念股这个阶段，我们不是看财务数字的没东西可以看的越差的财务数字也不要紧，对吧？最重要是有没有故事可以讲 ，OK？ 学到了没有学到请 OIC 我们好久没做这个动作 ，OIC，OK？ 那当这个故事可以讲的时候，再配合资金回来，一下子就涨好多了 ，OK？ 还有一点。因为它跌了好多，它是打了一个很疯狂的 discount， 什么疯狂 discount？ 没有涨之前，它是涨了一倍多 108%， 对不对？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之前，它的 price to book 市正率是不到 0.8，是0.7几，0.7几。什么叫0.7几就是说我买商汤这个价格股价当时的股价5毛8这个股价等于是它的账面值打了个8折不到，比8折还要便宜，对吧？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呢？这些是 NVIDIA 的晶片这些是 server， 这些伺候器这些伺候器现在中国大陆想买都买不到的东西应该是要被炒高了价格，是不是当时这个商汤早期没有被美国禁止之前，买了大量的这些伺候器，这些是它的账面值嘛，对吧？你买了这些器材才会在账面上面，当然要每一年 depreciation 批账批走那它的科研它的那些产品开发、科研、AI 的这个知识产权，全部是作为一个开支开掉的 ，OK， 所以它的那个市正率账面值里面没有任何开发产品的那一个价值在里面。也就是说，你买它的话，只是把它的那些电脑打了个折扣买下来，这些电脑是值钱的另外那些 AI 的无形资产，这个知识产权
全是免费的，对吧？所以这个折扣是打的多么的大，很大，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大的折扣没有人去买啊？珍惜生命啦，远离港股啦，香港没希望啦，商汤的创办人又死了，阿里巴巴又在抛售了，软银又在抛售了，美国又在打压，把它放入黑名单了，对不对？所以它从6块多跌到了6毛钱也不到这个创办人又死了，对不对？又没赚钱，所以呢，种种原因使到它的股价是太低了所以同样的不是商汤的话，你看其他的港股的话，基本上有好多的公司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很便宜，打了折扣 ，price to book， 科技股的 price to book 还不到1哦，这个是严重的低估了那些知识产权啦、无形资产啦都是没有打进去了，对吧？当然你看数字的话，就是想一下price to book， 我要做老板，我要重新开发，从零开发开到现在 price to book 应该是1，成本价是1其实成本价不止1，因为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产品开发的话是 expense， 如果你知道一些会计的原理的话 expense 掉的，所以把那些加进去的话它的这个包括它已经上市的时候还有费用所以这些都没有算进去，所以呢它是股价低产严重低估，当资金流入的时候这么便宜，一下子涌进去买，又有故事，一涨的话一涨人家就看为什么要涨了，结果就讲故事了讲了故事之后它就涨得更加的厉害了那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资金进来了，这些是国际的资金，这些是外国的资金回到了港股和中概股了。OK， 因为上个星期港股涨这么多，不可能是香港本地人在买的，不可能是散户在买的，不可能是七爸爸和 GMT 同学在买的，我们的钱很少，对吧？香港的散户的钱，第一个已经跑掉了，他吓死了，不敢买了也不会像上一个星期的成交量这样的大陆的资金虽然有，也不会这么大的在买，这些是国际的资金全世界的资金来买香港的股票，或者是美国的中概股。OK， 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这张图，这张图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 GMT 里面用过好几次，我们在 YouTube 视频里面简单的讲过一下我们不要看新闻，看新闻我们会跟着去悲观。跟着这个大势走，我们就变成了驴鼠lemmings 羊群，跟着大群一起走，结果一起死的。OK， 那你看这幅图就能解释掉了。香港过去的1、2年、3年这个坏新闻多得不得了被美国制裁了，资金走掉了或者是中概股要退市啦这怎么对吧？好多就不再重复了所以呢，刚开始开始恐惧了，后来是投降了 capitulation 了，后来是绝望了，珍惜生命了，远离港股了，对不对？一直在下去，所以到最后港股是便宜到不得了，刚才我们看到便宜到不得了的时候，为什么不买？不敢买，买了再跌要买的人已经买了，绑住了，跌下去了，套住了，对不对？还被人家笑了。不买的人跌了多少钱都不敢买，都不会买。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卖的人没有买的人股价是低到不得了的时候然后呢我们 GMT 到了2月16号的时候告诉大家现在要买了，现在要买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聪明钱的时候了，对吧？聪明钱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当时 GMT 大家可以进来 GMT 回看我们2月16号那里的那一刻Smart Money 买的时候下面已经写了叫隐身阶段，那些聪明钱买的时候不会告诉你的，告诉你大锣大鼓说我来买港股啦这个时候这个股价推上去了，我不是买贵货了，是不是同意吗？ Common sense 听得明白请 OIC OK， 所以呢一般来说这些聪明钱买的时候故意会放一些坏消息出来，希望你们跌你们不卖他哪里可以买，
你们不卖，他们哪里可以便宜的买？是不是啊？所以聪明钱的时候，他们会静悄悄的买，而且是越买越低，越买坏消息越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才能买到。谁都在抢的时候，抢也抢不到，对不对 ？SMCI，你想是100块买还是1200块买？当然是100块买了，对不对？啊，什么时候会涨到600块、700块、800块啊？因为这些聪明钱全买好了。全买好了之后，到机构投资者开始买了。OK，所以呢，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有机构投资者开始进来香港了。OK，港股了，还有中概股了，这是2月份，当时已经有一个叫技术性的牛市了。我已经看到，哎，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聪明钱了，因为聪明钱你不知道他们在买的。聪明钱买了之后，6个月之后、3个月之后，你才会发现，还要他买了超过5% 才要公布啊，不超过5% 的话，根本是不需要公布的啊。美国是每个季度要公布，所以它起码是3个月，你是看不到他买的。香港是不超过5个月，不需要不超过5% 的持股量不需要公布的，对吧？所以他们买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好了，当我们看到有资金开始买的时候，机构投资者，当然这个配合一些基本分析，看到成交量再配合一些这个他们机构终于公布了3个月之后有公布了，这个时候已经看到进入了叫觉醒阶段所以有时候我们小股民听新闻慢的要命，对不对？当我们听到新闻去买的话，高追了所以我们不能听新闻，我们要看现在股票在周期的哪一部分。对吧？所以呢，港股当时2月份就说了，进入了一个叫觉醒的阶段，而这个觉醒阶段在之后那个星期2月20几号的时候，我还说会有一个叫熊陷阱，就是跌下去了，熊的人这个悲观的人觉得哇涨完了走了，快点走了，对吧？结果后来又涨上去，你就追不回来了这个叫熊陷阱。OK， 当然这里不只有一个熊陷阱可能会有几个熊陷阱的那在之后到 media 谁都在讲的时候，大众的钱进来了，这个时候会涨到你不相信，涨到你哇这个觉得它是不会跌的，对吧？我们讲 AI 的时候没有人讲的，我讲 NVIDIA 的时候，人家 NVIDIA 还在跌NVIDIA 当时还在跌，对不对？当时是120几块、130几块。我说现在 AI 要进来了这个要改变世界了。大家可以回看YouTube 看看下面的日子2年前我就跟大家说 AI 会改变世界了，而且整个美股没有看头，只有 AI， 唯一一个亮点就 AI， 因为美国当时在加息，在缩表经济可能会不好当然后来经济还算可以，对吧？但是当时看出来不太好，唯一一个我说唯一一个亮点就是 AI今天就讲到了，对不对？所以当时我讲的时候没有太多人讲后来呢现在谁不知道 NVIDIA 了，所以谁不知道卖惨的人了，对不对？谁不知道 AI 的晶片什么什么对吧？这个时候到了大众开始兴奋了我坐在公共汽车上都听到后面的日本人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只听到 NVIDIA 他就说NVIDIA 涨了好多了，对吧？当时是 NVIDIA 涨到800多块的时候，他就NVIDIA OK 所以呢这个所以现在买 NVIDIA 是高追了，就这样 OK， 你这幅图已经给你了，对吧？但是什么时候会爆破不知道讲故事好多人会追这个泡沫会上，对不对？上到你都不相信，怀疑人生了，跌也会跌到你怀疑人生，涨也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了，对不对？好了，到了最后这次不同了 ，New Paradigm 了，新常态了，现在是怎么样不同了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不同了，虚拟货币会改变世界了 .com 会改变世界了不同了，现在我们谁都看了 Robert Kiyosaki 的房地产，美国房地产会改变世界了，每一次都会改变世界，每一次都会跌下来 OK， 所以跌下来之后香港没有希望了。上一次我听到香港没有希望了 Alan 你千万不要在香港买楼了，你不懂香港了，你刚从美国回来了，你不懂香港的事。2003年
香港的楼跌了7年啊，香港的股票也跌了好多年啊，对不对？03年楼价跌了70%啊，不是你没听错，是跌了70%啊，对不对？我在03年开始买楼，我买了都不敢告诉人家，因为谁都告诉我 Alan 了，香港没希望了。03年这个香港从97年到03年是多少年？7年，OK， 所以香港这次从19年开始跌7年的话，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同样7年啊，但是如果说7年跌的话，那就2026年会开始好了。OK， GMT 什么啊？放个链接给他了解一下。有人问 GMT 什么啊 ？OK， 之后我们也介绍一下 GMT 了啊。好，我们看一下所以呢，有人说了经常有人问了，那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要随便听人家讲，意见谁都有，对吧？听了意见，听了新闻去买的话，肯定会死，对吧？那你要听谁的意见？听赚到钱的人的意见，赚到钱的人的意见他是好的，赚不到钱的人的意见是不好的，对不对？我经常说那些什么经济学家啦、大学教授啦，没赚到钱啊，赚到钱的，我当时。所以在香港市场做到股票市场赚买楼的钱，然后做年年买成了买到19年之后就开始抛售了也是看准了香港的房地产开始减持了好几套房子，对吧？所以呢，要找赚到钱的人听他的意见那有人又会问了，老师已经赚了这么多的钱了，为什么要收学费，对吧？给这张是我的私隐了，下一张了那所以。我还是邀请大家进来GMT也正是那些人说老师你都不需要赚钱了，对吧？所以呢，我在不久的将来会停止收新生听好了，机会难得，不是要卖你课程我就是不要赚你的钱，才在不久的将来要停止收新生了，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带领我们现有的学生去全世界找机会。因为每一次新的同学进来都会问一些新的同学常问的问题，但老的同学已经不想再听的问题，所以呢我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把这个门大学的门学校的门关掉了要进来的话赶快进来了OK 所以我也不是缺你这些学费你进来很重要，为什么？我进来的 GMT 同学可以见证，我每一次都教你先看完所有的课程，我们的课程过去4年每周的课程要看完比较难了但是我们有整套的致富股票啦，整套的10倍股啦，整套的这个股神集训班，这3套东西看完再去买股票，因为你没有看完课程之前是不懂，肯定会输钱所以进来之后要看课程。我是一个教育学家所以学校收不收学费？学校当然收学费了，所以我们也收学费。收了学费之后，我们才有制作团队好多的公益课，好多的公益的视频，对吧 ？YouTube 视频我们有制作成本制作成本之后才有这个资金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对吧？好，我们来讲一下下一个课题美元其实现在的问题危机是挺大的。很多人忽略了轻视了美元这个问题，那为什么美元这个问题很大，但是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呢？本来从1971年开始，美元跟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已经上了这一辆迟早会跌下悬崖的火车了，悬崖的车了只是以前这个车可能要100多年才能撞到这个悬崖下来那中间呢有几个事情使到它加快了。第一个是08年的量化宽松它印多了好多钱，借多了好多钱美元背后就是空气。第二个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又使到它的借钱又多了，对吧？这2个都不是问题。第3个最大的问题什么？这个当时这个美元在全世界还没有钱的时候它印美钞是全世界很想要的，美钞是全世界都想要的，对吧？你要打仗要外汇，要美金你要这个总之所有国家都要美钞来做它的储备货币，它才能发钞票，它的钞票才有人相信，对吧？所以所有其他的货币背后其实大部分都是美钞 OK， 所以美钞很吃香了所以呢很长的时间
只要你印刷出来美钞，全世界去换石油啦，换衣服啦，换服务啦，换旅游啦，我来买你的东西啦，对吧？全世界一看到 US dollar 都是welcome，welcome， 很欢迎我们都喜欢要赚美金美金对不对？美金一看到哇，开心的要命比港元也要开心，比人民币也要开心，比台币也要开心，比日本yen也要开心，因为是美元你到非洲就是用美元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美元的地位，对吧？但是呢，到了15年的时候中国也写了一个《货币战争》这本书，就是中国的人还是比较聪明，觉得哎呀，你美元都是印刷出来的，你印刷出来的东西买了我们所有的产品然后呢，我们收了你的美元又不知道有什么用就是要投资除了我们喜欢工作勤劳工作赚钱赚了钱之后，我们还喜欢储存了钱去投资，对吧？但是我们投资呢又不敢投所以呢拿了这些钱之后又买回了美债或者买回了美股美国的股票或者美国的债券，对不对？所以这个美金的循环又回到了美国，美国又可以继续的花出来，全世界花了之后我们赚了钱又回到了美国买美债和美国的股票，那美国的公司拿了钱，美国的政府拿钱又可以全世界花钱了这个不是很好的循环嘛，对不对？所以在很好的循环里面，这个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大家都很开心但是中国就太聪明了，他说哎，我拿了你这些废纸没用我要搞一带一路，我不要你的美债了，我不要你的美元了，我把这些钱跑去中东这个或者是非洲造铁路造完铁路我把首先我把这些多余的美金给他们，借给他们来请我造铁路，造完铁路之后我把他的资源拿出来，矿产拿出来他们东西拿出来，然后把我们中国的产能这些产品卖给他们，那不很好吗？对不对？全世界不需要美元了，美金是假的了，我们以物换物，我们是 Made in China， 是世界工厂，你们的原材料是我想要的，我们的卖出的东西又便宜，性能又好，性价比很高，卖给你很好，产能过剩嘛，对不对？其实以前没有产能过剩，以前是朝着那个目标去的所以这个中国的算盘一打响了，美国说你这个搞下去，我的美元不是没有人要了嘛，对不对美元霸权不是搞不定了嘛，对不对？所以从中国搞了一带一路之后，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开始差了我有没有讲错，对不对听得明白请 OIC OK 之后的那些东西都是后面呢就是吵架的时候骂出来的了以前一个赚美金，一个可以免费拿你 Made in China 的服装什么什么，大家都是 honeymoon 蜜月期，现在吵架了老公老婆吵架了，男朋友女朋友吵架了，都是在骂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你不要说真贼了，不是贼了，人家给你美元的时候，你马上说老板老塞老板，是不是看到美金就老板？现在说贼不是贼了，我给你美金的话，你不叫我老板，对不对你们不要我们 GMT 收美金的OK 对不对？我们看到美金还是要的好了，现在问题出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搞差了，那美国要给你金融制裁不能让你的银行不能用美金，让你的银行不能用 SWIFT， 对不对？甚至你买了美债，俄罗斯的例子一打仗它可以冻结你马上所有的海外资产。那美国做了这个之后，中国还有这么笨吗？还要买这么多的美债这么笨还要拿这么多的美元是不是相反来说不光是中国看到这一点了，连以色列都看到要有一点其他的东西了。印度更加是聪明的，虽然是靠着美国那边的，暗地里也在买银silver 银对不对只有日本还是跟在后面ちょっと买点OK 所以台湾当然是我要美金来买军事设备了这个台湾还是继续很大的一个美债的一个买家 OK 现在中国不买了少很多了，象征式的给点面子买了，你现在布林肯还要威胁我用金融核弹，对不对？所以回到了刚才我那个问题金融核弹就是制裁中国的银行不能用美金和 SWIFT，
会不会发生？会不会发生呢？就是跟普通的核弹一样，一旦用了核弹之后，会不会自己也损失惨重？这是大家要考虑的。我一旦用了核弹之后，我不管你死多少人，这个世界上没有nobody cares，没有人在乎对方死多少人，最希望是敌人死多点人，对吧？但是他们要看自己会死多少人，这是最大的问题。OK，所以如果中国因为美国不让中国再用美金和 SWIFT， 完全切断了，美国会有多大的损失？美国人好现实的，美国有多少损失 ？OK，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真正的开战了，美国会有多大的损失？美国是在算这一点，美国会有多大损失 ？OK，如果真的开战了，假设好不好啊？which 不可能的啊，假设全部是美国打赢，1分钟之内中国完全输掉了，美国一点损失都没有，就是人也不死，就把中国打坏掉了，对吧？中国肯定整个经济会崩溃，无论是金融战争也好，或者是真正的战争也好，中国整个经济崩溃之后，美国的企业有没有损失？好明显有啊，对不对？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就算怎么脱钩，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啊。如果没有了这个中国的市场，美国会这个赚少很多钱啊。所以这个金融核弹会不会用到最后，不是中国配不配合把俄罗斯切断，中国也就看穿你这一点，对吧？最后美国考虑的就是我做了这个金融核弹之后，我对自己有多少损失啊？但是有了他这个威胁之后中国肯定会加快去美元化。OK， 肯定会加快去美元化。当然，中国加快了去美元化，美债崩溃，美元崩溃，对中国的损失也会很大，大的不得了。所以中国现在还要象征式的买一点美债。因为美元崩溃，美债崩溃的话，中国损失也是很惨重，因为美金没有人要了，美国人不买东西了就是美国到时候想买都买不到中国东西了，那等于不是制裁了嘛？所有东西制裁了嘛，对不对？等于美国加关税加500%了，一样的东西嘛，对吧？所以中国也不想美元崩溃好多人是觉得好像中国很喜欢美元崩溃，不是的，对吧？但是如果中美在对立，美国搞中国，中国要搞美国，中国有什么可以搞美国的？唯一这个除非互相扔这个核子弹，唯一可以搞的就是把美元不再就是把美元搞垮掉了那美元现在也是岌岌可危的，美国的国债是天文数字，对吧？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收益率，美债的收益率现在是涨了好多。为什么会涨了好多？因为中国不买啦，你要提升你的收益率，才能吸引到足够的人来买美债了，对吧？中国没有完全不买买少了。OK，那很多人有个误点，就是说，哎呀，美金不好了，但是你看，你觉得人民币会好吗？我从来没有说过人民币会好这个都是人家自动会想起的，对吧？或者有人会问，那美金不好，为什么这个星期或者这几个星期美元还上升了呢？那我们要看到，美元上升是美元对人民币上升，美元对日本 yen 上升，美元对其他的货币上升，也就是说，真正就是美元烂。其他的货币背后是美元，所以其他的货币更烂，明白这个道理吗 ？OK， 因为美国倒闭了或者是美元越来越风险大了，人家觉得哎呀，美元的风险都大了，我这个货币背后也是美元，还没有美联储这么强大我的货币更烂，更有问题，所以大家要看到美元涨，真正就是美元的问题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大。OK，那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你是不是乱讲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金白银，这是最靠谱的真金白银。OK，因为真金白银是
变息法变不出来的，没有量化宽松的，你开矿也就那么多的矿，挖完就没有了啊。你说比特币怎么样？比特币明天还有其他的币啊，还可以切割出来，还有可以分怎么样分，对不对？所以这个再说比特币在哪里，我没看到，你拿一个比特币给我看一下好不好？背后谁在背书啊？谁在保证啊？不知道，对吧？真金白银买在家里，放在家里啊。结婚的时候要买一些金银首饰啊。最近我们知道金银首饰的那个市场好大啊，因为Rich 结婚了，我们要发现哇，原来真的黄金白银它的需求是刚性的，人要结婚嘛，对不对？人都是要结婚要买的啊，所以现在央行在买。我们小老百姓买不到这么贵的了，对不对？现在是央行背后在买，为什么央行在买？就是美元搞不定了，对不对？央行的人没有那么傻了，不会说，哎呀，美元不行了，我买一点日本烟来，买一点这个人民币嘞 ？No，OK，现在就是美元不行，所以日本烟跌了更多，人民币跌了更多，因为就是美元不行。明白吗？这个道理，大家这个外面没有人这样跟你讲，是不是啊？我现在就跟你讲了啊，美元不行，其他的货币只要是纸钞更加的不行，到最后只有真金白银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啊，大家现在的资产分配，调整一下资产分配啊。我把黄金或者黄金白银，这里包括 ETF， 包括真金白银，真的金子可以放在手里的，包括金矿股都可以啊。那占大家。这个起码我给大家我的一个比例了啊，你们自己去参考，因为每个人的年纪不一样，财产的这个规模不一样啊，风险汇纳不一样啊。那我个人觉得，美股还是要有一点，对吧？这个美股全世界最多人买的股票包括 Rich 的那些技术分析都是针对美股的动量趋势投资啊。那港股是便宜的不得了啊，所以港股我会买多一点啊，太便宜了，但是不是乱买啊？港股里面好多有问题，我刚才也讲过，中美关系啦、产能过剩啊，这些都对港股有问题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说没问题了吗？港股是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港股便宜的不得了，有被错杀的非常好的公司这个万里挑一万中挑一 ，OK， 黄金也要备一点啊。那我个人是不拿现金，给大家参考一下，不是买卖建议啊，给大家参考一下啊。为什么不拿现金？现金港币也好，人民币也好，背后什么？背后是美元，美元背后什么？美元背后是空气，是一个天文数字的债money is debt， 对吧？是个天文数字的债所以所有的钱美金就是美联储给大家的债，OK 大家明白这一点是美联储的负债liabilities又讲到经济学了，所以现在美元不行，所有的纸币不行，我不会拿这个现金 ，OK。第二个，我不会买债券为什么叫债券啊？债券就是我现在把钱给了你。等到不知道哪一天你把贬了值的、不值钱的、崩溃的钱再还给我，没有那么笨了，对不对？而且我一买就要这个，除非中间卖走，要不然我就绑死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之后，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不会买债券第三个，我不会买虚拟货币这个没有打错字这个泥土是虚的，我要买点真金白银，这个自己烧死自己我不买，对吧？你可以买，每个人的信仰不一样我就不相信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 ，OK 所以对我来说有人觉得美元虚拟货币涨也是因为美金不靠谱，所以他们要去买虚拟货币，但是我觉得起码美元背后我还能看到有一个美联储 ，OK， 虽然它是印钞票印出来的但是虚拟货币背后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OK， 好。个人的意见所以呢，到了下一步今天时间已经超过好多，但是我答应过大家一会儿会讲一只股票投资一定要保本，对吧？这是巴菲特2个投资的定律Rule number one， 第一条不要亏损第二条不要忘记第一条，也就是说不要亏损奇葩版也有2条这个规则原则，第一个你不懂的话
要先学习，对吧？现在投资或者财商是一定要的。你不懂得投资的话，你这个钱，这个一辈子会很辛苦赚的钱，还会在投资市场里面输掉。OK，投资跟开车子一样，开车子要学，对吧？潜水要学，开车子要学。你去找工作要先上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投资可以不学呢？你不学肯定会输掉，对不对？所以进来 GMT 的话，我第一个要求大家不是马上去什么听了股票，绝对不要听了一只股票就是去买，先要上课。OK，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投资是先投放出去再有回报，对不对？同样的你要先付出时间来学习，先付出时间来做功课，来做分析，就算我们 GMT 里面做好了很多的深度研究，你也要来听，你也要来自己思考，自己做功课，自己判断，然后再自己做买卖决定。OK，没有不劳而获的这个午餐的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的。如果今天你要收到一个什么群组的邀请有一个内幕消息呢，有一个什么群组给你内幕消息就可以发达了，骗人的。OK， 在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所以你自己的亲爸爸告诉你的，只有一定要先学习，你才不会被人骗。只有先付出，如果有免费的午餐告诉你，这是一个鱼钩上面的一条虫子，你咬进去你就被骗了OK， 所以呢，还是那样你进来之后，就算进了 GMT 为什么我邀请大家进 GMT？ 在我们把那个门关掉之前不再收新生之前，快点报名，因为你进来之后，我会要求你每一次上课都会提醒你先看课程看了课程之后那我们每一次价值满满的4小时的每周的4小时的指导业绩报告分析，你肯定会得益很多所以刚才有个同学问网友问那 GMT 什么？大家可以找这个连接好，我们看一下统计一下哪一个公司最多我们团队做个统计，给我一个公司我来讲一下哪一个大家最感兴趣的。腾讯或者是药明康德。腾讯或者药明康德腾讯呢我是不喜欢的，所以呢我有研究腾讯这么大公司，但是我不喜欢所以我觉得腾讯为什么要买腾讯对不对？要买港股就要买一点便宜的不得了的股票了，腾讯也不是便宜的不得了，那干嘛要买港股的话要买腾讯了，对吧？不便宜所以腾讯永远不是我的首选我一股都没有药明康德呢我个人觉得第一个，美国是莫须有这些什么理由来说这个药明康德和他的子公司采纳美国人的 DNA 基因改造的基因的数据给中国的解放军。第一个药明康德都没有做那个基因的业务，第二个从来不会给中国的数据，第三个药明康德的老板是美籍华人了，等于是奸生晃了，对不对？等于是拿了美国公民的奸生晃一样的那个里格但是这个现在人家怕就怕什么？像 TikTok 也要被美国剥离了对吧？这个恐惧是真的这个真正会不会发生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恐惧是真的当市面上有这么大的恐惧的时候，股价就会跌所以呢我经常说进来 GMT 的话，有一个经常我会给大家问大家要搞清楚的是，你是在投机还是在投资？投资就是做老板那当然是公司要好，价格要便宜，你做老板就股价便宜，你做老板就好了，对吧？投机的话呢，你很在意明天这个股价是涨还是跌那现在药明康德这个风险就作为投机的风险就大了投机的风险，第一个会不会明天更恐慌，股价更跌？第二个，美国会不会真的这个通过了法案，像 TikTok 一样要求药明康德怎么样或者黑名单或者怎么样，对吧？会不会使到股价更加跌？所以这个风险是有的但是呢，如果你是投资的话，我个人觉得药明
康德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它的研究也是有它的一个竞争力在后面啊，没有竞争力的话，它不会做到今天这么成功，对吧？所以它的客户也不一定会很想跳过它去转到另外一家公司啊，但是我们要面对客观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和美国在打仗，药明康德和它的药明生物了、药明联合了，正好夹在这两个公司中间。特别是药明康德很大部分的业务啊是在美国的啊，它美国的业务又是做得特别的好，所以正好是这次的中美战争的打仗的中间做了一个牺牲者。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可能是个长远来说啊，可能是个机会，但是短暂的话，股价的波动肯定会有啊，现在也是很便宜，但是股价波动也会有啊，也有可能会跌更多啊，所以你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投资还是投机啊，风险的汇纳到底有多少啊，你等不等钱用啊，投资的 time horizon 时间这个你的目标时间点是多长，好吧？啊，所以呢，感谢大家的参与啊，也是破例啊讲了一下，但是我还是重复一点，就算是好的股票、差的股票，买卖时间点和价位都很重要，而且你要做好风险管理啊。所以，我对药明康德的看法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我买了它再跌一半，我有这个风险的承受能力。啊，再说我买药明康德也是一点点钱啊，我有啊，申报我有啊，所以告诉大家我有 ，OK，所以呢，我买入的价位也比现在高，平均的价位比现在高啊，所以就这样啊，但是我是不太介意它短暂的股价的波动的，我觉得这家公司还是值得我做它的股东的，只能这样说，好吧？OK，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好多的其他的公司，下次有机会再讲啊。OK，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了啊！大家有对 GNT 有兴趣的话就了解一下。OK，otherwise 要不然的话也有那个65分钟的免费的课程啊，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